大胆淫贼，竟敢闯入我们全真教闹事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两位道长一定有所误会了，在下并非前来闹事的，在下是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如果你不是故意前来闹事的，何以毁坏我教长春真人所立的石碑呀？啊！回两位道长，在下刚才一时错手。呸！你这个淫贼，你说，你擅闯终南山，你目的何在啊？实不相瞒，在下是贵教长春真人的故友，今日特地上山拜见，有劳两位道长引路。哼，大胆淫贼，你想上山捣乱？好啊，首先过本爷这道关吧。两位道长，有事慢慢说，你们真的是误会了。淫贼，你有胆闯上终南山，不是没胆跟本道爷较量吧？裴道士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我郭伯伯对你一再忍让，你还是这么恶人先告状。过儿住口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大胆淫贼，竟敢在此胡说八道！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我全真教的厉害呀！这样，请说在下无礼。哎呀！淫贼，走着瞧！有种的你就留在这儿别走。两位道长，请留步。你又想怎么样？敢问两位道长，刚才你三番四次的称在下淫贼，究竟是何原因？你别不承认了。如果你不是想娶那姓龙的女子为妻，又怎么会来终南山呢？我们走。哦，哎，两位道长，两位道长，姓龙的女子，过儿，刚才那位道长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那两个肥瘦道士，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打人，八成是将郭伯伯认错了那什么淫贼了是吧？对呀，我应该表明身份的，那就不会弄成这场误会。好王淫贼，竟敢擅闯我终南山全真教圣地，打伤我全真教弟子！在下桃花岛郭靖，特来上山拜见长春真人。哼，郭大侠闻名天下，哪会是厚颜无耻的淫贼？识相的马上下山，否则休怪我们剑下无情。那臭道士啊，你们怎么非要说我郭伯伯是淫贼呀？郭伯伯，我还是不跟全真教这般臭道士学武功了，省得将来被人家耻笑。臭小子，竟敢侮辱我们全真教，你不想活了？布阵！天罡北斗阵。什么罡神阵？郭伯伯，我人有三急，需要去方便一下。你搞定这些臭道士之后呢，我再来找你啊。郭儿真是聪明过人呐，只可惜。我现在用不着双手，就可以尽收你们7个人的手中之剑。大言不惭！如果能学到郭伯伯一半的本领，那我真是……哎，不过这实在是太痴心妄想了。得罪了。哼，你别惺惺作态了，有种的就继续上山。我们走。道长，道长，道长。哎，没有办法了，只有上山找邱道长解释清楚了。郭儿，郭儿，郭儿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靖光，师傅，你好好看着这小子，师傅出去对付外面那个淫贼。是。哎，师傅，如果你出去了，那邱师祖他……哎，我们重阳宫这么多师叔师祖，何必怕那几个淫贼呢？现在最重要就是阻止外面的淫贼进来接应。是。是的，慢慢走，师傅。
喂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喂，臭小子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威武的道爷啊！还看？淫贼竟敢一再杀我全真弟子，今日居心何在？道长，在下郭靖，此次诚心上山拜见长春真人，请道长千万不要误会。贫道见阁下武功了得，特向阁下奉劝一句：向来女色误人，何况全真教与阁下素武丑韵，你何必助纣为虐，与干奸人上山捣乱？我劝你还是即刻下山，否则休怪贫道无礼。道长，你此话是何道理？什么女色淫贼，在下真是一无所知，请道长容许在下与长春真人见面，一切自有分晓。岂有此理！你这个淫贼依然是执迷不悟。如果你要见我叫长春真人，就先破我的阵法吧。上！天罡围堵阵。金方阵。皇帝们，在下刚才得罪了，还望各位道长多多原谅。难道全真教出事了？郭兄，郭靖拜见邱道长、王道长。哈哈哈哈！静儿，有你在这儿，全真教就可以安枕无忧了。好，静儿，几年不见，宫里有精进不少嘛。王道长过奖了，静儿来迟了，是在重阳宫遭人捣乱，是在罪过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么大的口气，未免实在太目中无人了。两位前来重阳宫捣乱，所谓何事？混账！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有种的就报上名来！在下贱民何足挂齿，只不过全真教的邱道长、马道长、王道长，都是在下的恩师。哼，藏头露尾，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？好，今日就让小王我领教一下你所谓的全真教武功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知道全真教武功的厉害。你个臭小子，你在那儿叽叽咕咕干什么？快给我闭嘴！你又想干什么呀？你别想在那里作怪啊！哎，怕了你了！什么事？快说！道爷，我尿急呀！啊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别在这装模作样的，本道爷没那么容易上你的当啊！道爷，哎呀，我真的好尿急呀！哎呀，我忍不住了，求求道爷你做好事，让我去件茅厕吧。真的？真的，道爷，这种事还有骗人的吗？我怕待会儿忍不住会弄得这里臭气熏天的，就不好了嘛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哎呀，那，你给我听着啊！
哎呀，如果待会儿你尿不出来，本道爷就打到你尿出来为止啊！是，等一下，多谢道爷大发慈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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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好尿急呀！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道爷，你绑住我双手双脚，我恐怕方便不了啊。好吧，就算我解开你的双手双脚，也不怕你飞出我的五指山。道爷，你武功盖世，我这个臭小子怎么能飞得出你的五指山呢？谢谢道爷，谢谢道爷。怎么？你不是说你急吗？道爷，你盯着我恐怕方便不了啊。怎么样？尿完没有？去死吧你！师弟，我没事，还没请教阁下高姓大名。本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郭靖正是我。原来是射雕大侠，我们大蒙古国当年的金刀驸马，怪不得武功如此的厉害，小王万分佩服。可惜，小王今日尚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。10年之后，再来讨教。好，10年之后，郭某一定在此恭候大驾光临。听货的，你听清楚，不出10年，贫道一定要清算今天这笔账。好说好说，师兄，我们走。走。拜见师伯师傅。知敬，刚才你上哪儿去了？刚才我在殿外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和这位道兄在外面有一点误会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哦，知敬，快点拜见郭靖郭大侠。他真是郭靖。郭大侠，刚才多多得罪，请你包涵。道兄，所谓不知者不罪，更何况今日重阳宫大敌当前，难怪道兄对我有所误会。现在误会已经冰释了。对了，道兄，刚才我带的那位小兄弟，劳烦你把他放了。知敬，你收藏起郭大侠带来的人，现在人在哪？郭伯伯，我在这里啊。顾儿，正巧，快来拜见几位道长。啊，拜见几位道长？是啊。但是我恐怕时间不多了。时间不多？为什么？是啊，你看这里又有老道长，又有大道长，又有小道长。如果我拜见这么多位道长的话，我怕里面那个肥道长呢，会变成一只肥烧猪了。着火了！救火了！救火！你这个小杂种，我要取你狗命！你滚开！青毒，你疯了！弟子该死。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弟子无用，请师祖爷责罚。你有用无用，现在不谈。我问你，为何弄成这个样子？回禀师祖爷，刚才师傅抓了这个小子，这个小子回来，叫弟子小心看管。谁知这个小子诡计多端，说很急要去小解，弟子一时好心就把他放了。谁知他将马桶往弟子身上倒，弄得弟子整身都是。
后来又趁弟子不觉，抢了弟子的剑，指着弟子的喉咙。弟子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嘛，所以唯有束手就擒喽。过儿，你太过分了，居然放火，万一搞出人命怎么办？郭伯伯，你放心吧，过儿只是在柴房外面放了一场小火嘛，绝对不会烧死人的。哼，谁叫他以大欺小，趁郭伯伯和你们那些臭道士过招的时候，从后面暗算伤人。是没错，但是真是不打不相识。静儿，看来林公子真的有乃母之风，一样是这么聪明伶俐啊。邱道长，你误会了，过儿并非是弟子的孩儿。哦，那么这位小兄弟是？他就是我义弟杨康的遗父子。想不到杨康竟然留下一个遗父子。对了，静儿，其实你的武功已经远胜于我们全真七子了，为什么你还带过儿上山学艺呢？其实你可以亲自传授武功给他的。这件事说来话长啊。刚才我上山得罪两位道兄，请两位道长恕罪。刚才要不是静儿你出手相助，恐怕重阳宫已经一败涂地了。知进，是师伯，全都怪你不好，敌我不分，差点被你误了大事。弟子刚才听到亲睹报告，说山下有人敲打石碑，才误会郭大侠的嘛。不关道兄的事。说起来，弟子也有些不适。要是弟子乱打石碑，就不会产生误会了，请道长恕罪。对了，刚才那些人来重阳宫闹事，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刚才那位自称什么霍都王子，听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。静儿，你可有见过此人？近10几年来，我都没有跟蒙古旧部联络过，也没有见过在大汗子孙中有霍都这么个人。我看八成是这个恶贼为了抬高身价，所以胡乱吹嘘啊。对了，刚才我和那个人交手的时候，我发觉他的内功殊不简单呢。不错，看他的武功家术，属于西藏一派。另外那个藏僧达尔巴是他的大师兄，他们两人一来到就突施暗算，重伤好师弟。要不是静儿你及时赶来，今日恐怕……真是奇怪，这两个人是来自西藏，何以会来到重阳宫滋事呢？这件事说起来，跟我们重阳祖师大有关联。静儿，在，你看看石壁上的诗句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此房智王琴，曾进桥下履。邱道长，这些字好像是用纸力刻上去的。不错，血肉之躯能够用纸力把字刻石碑上，重阳真人的武学修为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呢。这些字并不是重阳师祖写上去的，那到底是何人呢？想当年，重阳师祖年轻的时候，因为痛恨金兵入侵，曾经率领一师抵抗金兵，可惜势孤力弱，始终抵挡不了金兵的锐势。在连战皆备之下，先是心灰意冷，之后就自称活死人，一直隐居在终南山的一个古墓中，无论如何也不肯出古墓半步。后来，有位武林前辈来到古墓外，对仙师百般辱骂，一连骂了7天7夜，终于将仙师引出古墓之外。莫非这位前辈是东邪西毒、南帝北丐其中一位？论武功，这位前辈恐怕还在东邪西毒等人之上。只不过由于他是一介女流，不喜欢抛头露面，所以他的事迹在江湖上一直鲜为人知。原来这位前辈一直非常仰慕仙师，可惜他心高气傲，始终不肯表露他的爱意。仙师当然知道他的爱意，不过他始终不能够忘记国仇家恨，一直以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做借口，对这位前辈的爱意只好装作不知。
谁知这位前辈因为先师瞧不起他，一怒之下就反目成仇，还约了先师在终南山这里决斗。霍都那伙妖孽，他们上终南山来，和这段前尘往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当年这位林前辈并无收过任何弟子，他身边只有一个丫鬟。他们主仆10几年相处，林前辈就将武功全部传给了这个丫鬟。后来这个丫鬟又辗转将武功传给2个弟子，大弟子就叫做李莫愁。赤脸仙子李莫愁。景儿，你见过此人吗？哦，这倒没有。当年我大师父柯大侠和他交过手，他说此人心狠手辣，有胜当年的铁狮梅超风。不错。至于那位小弟子，我们只知道他姓龙。哦，怪不得了。我一路上山的时候，那些道兄猛说我是淫贼，说我休想娶得这位姓龙的女子为妻。原来有这么个前因后果。算起来呢，今天就是这位姓龙的女子18岁的生辰，也就是比武招亲的日子。比武招亲？其实这些都是李莫愁散播出来的谣言。当年李莫愁为什么离开古墓派，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各种原因我们并不清楚。只知道在不久之前，江湖上流传着一个谣言，说今天就是这位姓龙的女子18岁的生辰，她会比武招亲，只要谁能够打赢她的话，不但可以娶她为妻，而且古墓里所有的武功秘籍以及珠宝财物都会尽归她所有。所以霍都这群淫贼连群结队的上终南山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不错。想当年先师和那位林女侠渊源何等深厚，我们全真教又岂能坐视不理呢？